第66章故地重游。乔伍德区考伊姆公司门外，克莱恩走下马车，左右看了一眼，似乎从未来过这里，有着强烈的新鲜感。但实际上，他对附近并不陌生。他知道马路对面是中产阶级相当喜欢的加德列百货公司，知道不远的地方有家很出名的星际地西馅饼。他曾经在这里蹲守多拉古盖尔，跟踪寻找对方出轨的线索。收回视线，克莱恩带着贴身男仆理查德森走向考伊姆公司的大门，玛丽夫人和她的贴身女仆已等在那里。在民风相对保守的鲁恩王国，女士的贴身仆人必须是同性，否则风评会很差，影响社交和婚姻。所以哪怕玛丽夫人的贴身仆人某种程度上还相当于她的秘书，需要掌握社交礼仪、商场知识，拥有一定的谈判能力，也只能从接受过良好教育或有对应工作经验的女性中寻找，不能考虑男士。同样的，绅士们的贴身仆人和商务秘书也得是同性。当然，就算是这样，管不住自己的人还是会有不道德的行为。在贝克兰德，每年都有仆人和雇主发生关系的事情出现，其中受到伤害的以女仆居多，他们或被欺骗，或被强迫，或被引诱，成为了男性雇主的情人，等到被发现，又会被毫不留情的开除，失去工作，然后因为名声被损，无法再做仆人，很大部分不得不成为站街女郎。中午好，道恩玛丽夫人笑着迎了上来。克莱恩行了一礼道：中午好，于是这里真是相当繁华，这样的话语略等于对天气的讨论。玛丽回应了两句，边领着道恩唐泰斯进入考伊姆公司的大门，边微笑说道：等下会有专业人士给你讲解，带你转一圈。大概半个小时后，去楼上，我准备了一个冷餐会，邀请了些不同领域的朋友。这是在为我拓展社交圈子啊，很有诚意嘛。克莱恩轻轻颔首道：作为一个刚来贝克兰德没多久的外乡人，我总是期待着认识更多的朋友。不，你一点也不像外乡人，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真正的贝克兰德绅士。玛丽夫人客气的回应了一句。说话间，他们通过了大门，进入采光非常不错的待客区域。一位身材魁梧，穿着正装，留有2撇漂亮小胡子的男士正等待于此。这是卢克·萨默尔，他是考伊姆的第一经理。玛丽为道恩·唐泰斯介绍道。其实我认识他。克莱恩看向卢克，含笑点了下头。在他心里，卢克·萨默尔是位相当沉稳、非常专业的绅士。他喜爱机械，在晚宴上很有主人风度，既不会轻视当时还未出名的穷侦探，也不刻意讨好明斯克街居住的几个贝克兰德市政部门中层雇员。这位是我的朋友道恩·唐泰斯，他对无烟煤和优质木炭很感兴趣。你帮我做个详细的讲解。玛丽转而向卢克说道。早就得到叮嘱的卢克上前一步，看向来自迪西海湾的大富翁，露出柔和的笑容，尊敬说道：唐泰斯先生，这里是考伊姆公司的总部，我们与多个无烟煤矿区签订有长期协议，供应给乔伍德区、希尔斯顿区、北区和西区的无烟煤和优质木炭占他们总需求的 30%， 并有望拿下海军的大订单。这样表情的卢克，我之前从未见过。克莱恩表面不动声色地跟着对方在考伊姆公司内转悠，听着他介绍各方面的情况，时不时随口询问一句，但没做任何表态。半个小时后，他们上至2楼，进入了大会议室。这里已提前布置过，一张张桌子贴墙安置，一盘盘食物错落地摆放于上，以火腿、熏肉、香肠、面包、沙拉、蛋糕、布丁等冷食为主，不过也有少量的热菜。刚刚入门，玛丽就为道恩·唐泰斯介绍起站在附近交流的2位男士。这位是《每日观察报》的记者麦克约瑟夫，这位是优秀的外科医生艾伦·克瑞斯。在贝克兰德，你总是会有需要他们的时候。克莱恩一边听着玛丽的话语，一边含笑看着那2位男士，嘴角险些抽动。这都是我很熟悉的朋友啊。我和艾伦他老婆肚中的胎儿更加熟悉。这话有点怪怪的。克莱恩腹诽之余，耐心的等到玛丽将道恩·唐泰斯介绍给了对面，才礼貌客气的向麦克和艾伦打了声招呼。麦克约瑟夫和去年相比没太大变化，眉毛稀疏，皮肤粗糙，蔚蓝的眼睛依旧迷人。而艾伦·克瑞斯虽然本质是冷淡内敛的人，但已不再明显的表现出来。他最近半年似乎一切都很顺利，无论心情还是自信都处于高峰。
听到唐泰斯是来自迪西的富翁，麦克拿出名片，笑着递了过去。不介意我推销吧？如果你想刊登广告，可以来找我，无论是每日观察报还是塔索克报，我都能拿到优惠的价格。说话间，麦克挤了下眼睛，表示自己是在开玩笑。你这个总是带多本假证件的记者，以前怎么没给夏洛克·莫里亚蒂说过能拿优惠价格的广告位？看不起大侦探是吧？克莱恩腹诽了几句，与对方交换了名片。我一直有这方面的需求。接着，他转向艾伦，将手中另一张名片递给对方。我前段时间生了一场病，刚痊愈没多久，特别明白医生的重要性。我是外科医生，我想你不会太希望见到我。艾伦嘴上这么说，还是接过了名片。不，我非常希望见到你，甚至想参加你孩子的出生宴会。克莱恩咕哝了一句，刻意将话题导引向医疗领域，和艾伦、麦克聊得相当不错。他之前一直在发愁怎么接近艾伦，与某胎儿重建联系，毕竟千纸鹤随时会破掉，也许连一次都用不了。而夏洛克·莫里亚蒂很难光明正大出现在贝克兰德，并上门拜访，更别说参加出生宴会。现在没问题了，有玛丽夫人的介绍，我可以非常自然的和艾伦熟悉起来。到时候肯定会被邀请，嘿嘿，说不定还能做一位水银之蛇的教父，毕竟都是信仰女神的人。这会不会让某胎儿恼羞成怒？得谨慎啊！艾伦不提，我绝对不能主动建议。克莱恩心情愉快的想着，他专业的收敛住自己，没在第一次就表现得太热情，简单闲聊了几句，就跟着玛丽认识起别的客人。这个过程中，克莱恩没忘记取食物和饮料，显得很适应这样的环境。一圈走完，玛丽停了下来，斟酌着说道：“这里都是我的朋友，意思是没邀请那边的人。同时还包含我也是你朋友的意思。”克莱恩轻轻点头道：“作为一名绅士，我或许不该问，但作为一个商人，我必须知道和你争夺考伊姆公司控制权的是谁，或者说哪些人。”玛丽沉默了2秒道：“辛德拉斯男爵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想把考伊姆公司推向证券交易所，从中赚取天价利润。他们并不关心公司未来怎么发展。辛德拉斯男爵，鲁恩最有钱的人之一，靠捐款给保守党成为贵族的银行家、工厂主、大商人。他的立场有些模糊啊，虽然是靠保守党拿到的爵位，但同情商人，亲近新党。”克莱恩想了想，微笑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请那位霍尔先生帮忙？他的父亲是大贵族、大银行家，应该能提供最有效的帮助。”玛丽夫人苦涩笑道：“霍尔先生并不想参与这件事情，他说他是王国大气污染调查委员会的首席秘书，不能牵扯入与无烟煤、木炭有关的商业行为。一位真正有志于政治的先生啊，不过应该也是不愿意与辛德拉斯男爵交恶。呵呵，如果我之前选另一位管家，现在应该就是和辛德拉斯男爵建立关系。他那么有钱，真要议价，我议不过啊。呵，会不会出现拿钱砸死我的剧情？”克莱恩没再多问，转而说道：“我会等调查报告出来。”玛丽见到恩唐泰斯没直接退缩，略显感激的说道：“在这个年代，有骑士精神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你是其中一位。”克莱恩笑了笑，没承诺什么，吃到冷餐会结束，坐上自己的高档4轮马车，往北区返回。望着窗外的街景发了一阵呆，克莱恩忽然侧头对贴身男仆理查德森道：“转去圣塞摩尔教堂。上次教堂内有异变出现又旋即平复的事情，他始终没有找到确定的答案，这让他不得不考虑是否该找机会接触下内部看守者了。而他记得每天下午都至少有一位内部看守者会到大祈祷厅向女神祷告。该怎么接触呢？在那种环境下，连聊天都显得吵闹，而太过刻意容易引人怀疑。”克莱恩微微皱起眉头，决定先做观察，再想办法。马车没有变向，依旧驶向伯克伦德街，不过未在那里停顿，直接越了过去。车厢内的克莱恩闭了闭眼睛，平复突然有点紧张的心情。第67章窥视。北区圣塞摩尔教堂。克莱恩刚进入大祈祷厅，就借助圣坛后方墙壁上照入的点点光芒，自然的环顾了一圈，将那里祈祷的信徒全部纳进眼底。仅仅这么看了一眼，克莱恩就迅速锁定了目标，没有任何异常的沿着过道走向前方。在第一排坐着位套黑色神职人员长袍但气息阴冷、脸色苍白、头发枯黄的老者，他正紧闭着双眼专心祷告，是克莱恩之前感应到的内部看守者之一。他一般轮值周5
克莱恩没有真正靠近，离了2排座椅，找了个位置坐下，将帽子和手杖交给了贴身男仆理查德森，然后他于坐下的过程里，用左手拇指快速掐了食指关节2次，悄无声息地开启了灵体之线视觉。忽然间，克莱恩眼前出现了一根根虚幻的黑色细线，它们密集地从不同生灵体内钻出，一丛丛向着无穷远处蔓延。刚刚坐稳，克莱恩视线移动，将注意力投往了那位内部看守者。这一看，他险些移出声音，不过有赖于小丑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本身对异常情况的预料，还是轻松保持住了沉稳的状态。他的世界里，那位头发枯黄的老者虽然也有灵体之线伸出，但身体内部一片深黑，吞噬了那些虚幻细线的原点，与正常非凡者完全不同。果然，他们已经被封印核心的力量侵蚀，出现了灵魂层面的异变。这么看来，问题更接近于我上次做的第2个猜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封印核心的一部分。一旦有失控迹象，立刻会激起那件物品的本能反应，强行平复下去。难怪内部看守者必须自愿，且已步入晚年，他们应该有充分了解会有怎样的结果。克莱恩莫名唏嘘，准备关闭对灵体之线的感知，收回视线。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双眼睛，眸色如同黑墨，没有丝毫情感内蕴的眼睛。这眼睛的旁边，细密深刻的皱纹一点点延伸，仿佛扭曲奇异的神秘符号。这是那位内部看守者的眼睛。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直起身体，转过脑袋，目光淡漠地看向了道恩·唐泰斯。克莱恩的头皮瞬间发麻，强行挤出笑容，向对方点了下头，仿佛这只是正常的视线接触。那位内部看守者迟缓地动了动脑袋，竟然做出了回应。然后克莱恩只觉四周环境一下抽离，先是变得模糊，旋即沉淀清晰。这一刻，他知道自己被动进入了梦境，于是他一边保持住道恩·唐泰斯的形象，一边本能地打量了下周围，发现自己依旧在圣塞摩尔教堂内，但所有的座椅或破损或倾倒，洒的到处都是，一副遭遇过袭击的样子。前方的圣坛布满裂痕，爬着杂草，基殿有尘埃，似乎已荒废许久。那位头发枯黄的内部看守者立在倒塌的奉献箱旁，冰冷地注视着身穿黑色正装的道恩·唐泰斯。见克莱恩回望过来，他嘴巴一点点张开，露出尖利的、惨白的、一点也不整齐的牙齿，而这些牙齿上镶嵌着模糊的、隐约的、渺小的身影。他们有完整的五官和四肢，表情各有不同，却带着相似的痛苦，似乎被囚禁在此，难以解脱。呵！那位内部看守者喉咙里发出野兽低吼般的声音，腰背向前弯曲了下来，他的肋部、他的腰侧衣物鼓胀起来，唰的长出了4条没有皮肤的、缠满血管的手臂。紧接着，它们长出了细密的黑毛，指头顶端啪的弹出一根根尖锐的指甲。短短2-3秒间，刚才还相对正常的内部看守者已变成了趴在地面、有着8条腿的怪物。这既像在黑夜里默默织网等待猎物的蜘蛛，又仿佛畸形的黑狼，给人带来强烈的恐惧。与此同时，破裂荒废的圣坛里面，2只布满黑毛的巨大手掌毫无征兆地伸了出来，按在边缘，一根根黑气凝聚般的滑腻触手向着4面8方蔓延，瞬间就冲塞了整个大祈祷厅。那让人战栗的气息、极端的恐惧感和虚幻巨大的模糊身影在穿透无形的屏障，一点点呈现。失控了！那位内部看守者失控了。克莱恩立在那里，下意识想要做出反应，凭借本身的特殊强行挣脱出梦境，但瞬息间他联想到了之前发生的事情，脸色一变，做出害怕畏惧的表情，瑟瑟发抖地跑向门口，一副在噩梦里挣扎的样子。也就是一个呼吸后，潮水般的黑暗冰凉无声地从外界涌入，将这片梦境完全淹没，平复了一切。克莱恩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着，而那位头发枯黄的内部看守者早已转过头去，继续闭目祷告。眼眸微转，道恩·唐泰斯隐含惊恐的左右张望，似乎还沉浸在刚才梦境里，没有彻底摆脱恐惧的情绪。过了几十秒，他才做了2次深呼吸，重新望向圣辉，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直到此时，克莱恩才有空闲回想刚才的经历，推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对他灵体之线的窥视，导致他出现失控的征兆，并给予过激的反应，将我强行拉入梦中，
试图做相应的处理。之后应该就是扎尼斯门后那个封印核心感应到异常，平复了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这位内部看守者是否还记得自身险些异变的源头？如果他已经习惯，以他现在的状态，对问题怎么发生的应该很模糊。当然，未必是我的问题，也许他本身就接近失控。克莱恩再次看向前面那位头发枯黄的老者，观察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以判断自己该怎么应对。如果不行，直接用蠕动的饥饿开旅行逃离。克莱恩迅速做出决定，耐心的等待着可能出现的变化。几分钟后，他看见埃莱克特拉主教从侧门进来，走向了自己。克莱恩心中一紧，张开了左手五指，准备启用蠕动的饥饿。这一刻，他突然灵光一闪，放弃了行动。如果内部看守者已经借助梦境将我有问题的情况告诉了主教们，那现在迎接我的将是许多位教会非凡者的共同打击。毕竟拉入梦境可以避免误伤其他信徒，所以他们没必要非得找和我熟悉的主教过来。这更应该是慰问和安抚。克莱恩收回视线，继续摆出祈祷的姿势。不到1分钟，他终于感觉有人靠近，忙抬头望向旁边，看见埃莱克特拉主教柔和开口道：“你看起来不是太好，刚才不知道怎么睡着了，做了一个噩梦。现在还残存着点害怕。”克莱恩自嘲一笑道。埃莱克特拉主教顺势坐到他旁边，沉稳说道：“梦境有时候是内心恐惧的呈现，只要虔诚向女神祷告，再服食圣水，就能平复。当然，最重要的是平时不要太压制自己，要懂得向女神忏悔。有的时候，一场隐秘的哭泣会为你减轻许多压力。”克莱恩暗中观察着对方的态度，品读着语气，悄然松了口气道：“我明白了。”他将目光重新投向前方，埋下脑袋，交握住双手，安静的开始祈祷。这个过程中，他看见前方那位内部看守者自行起身，往侧门走去，那里等待着一位主教。呼！克莱恩无声吁了口气，真正的融入了周围宁静的环境。突然，他心里冒出了一个声音，属于他自己却又不被他控制的声音。你以为自己做的很隐秘？不，一点也不。你忘记自己接触过黑夜女神的圣物了吗？第68章精神变好。谁在说话？克莱恩浑身肌肉一下僵硬，眼皮差点睁开。这一刻，他背后冷汗疯狂沁出，湿润了衬衣。他最惊恐的不是那声音说的话语，而是他为什么能直接想在自己心里，并且和本身未做改变的嗓音一致。刚才那场梦境，虽然我保持住了清醒，但还是被对方的失控精神污染了灵体。或者有谁在借助刚才那位内部看守者向我传话？数不清的猜测在克莱恩脑海里飞快闪过，结合刚才话语的内容和本身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初步的判断。知晓我克莱恩·莫雷蒂身份的人本来就非常少，清楚克莱恩·莫雷蒂以触碰圣物方式立下誓约的同样如此，而且两边几乎没有交集。阿兹克先生听我讲过后面那件事情，可他要做出提醒，直接让信使转达就行了，没必要用这么吓人的办法。威尔昂塞汀或许能知道，毕竟他是代表命运的水银之蛇，但同样的道理，他能直接联络我。当然，不排除他忽然想吓一吓我的可能。我中午才想过，说不定有机会做他的教父。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侵蚀内部看守者，就像上次利用厄运布偶传递符号一样。可如果是他，为什么不直接给我魔药配方，或者商量出一个互相协助的笔记越狱方案？圣塞摩尔教堂是贝克兰德教区的总部，层次高过圣塞琳娜教堂。那本笔记应该没什么能力做出额外的动作才对，它肯定被严密封印着。除了他们，有可能同时掌握两方面情况的只有一位，那就是黑夜女神。不过，以一位神灵的骄傲，他完全没必要假装是路人，还用客气疏离的语气叫自己。我身在圣塞摩尔教堂，他只要一条神谕，就能有几十位非凡者出来将我撂倒。而这里作为教区总部，有准备的前提下，大概率能干扰旅行，所以根本没必要弄得这么麻烦。还有一个人是清楚那两件事情的，这就是我自己。规划行动前，我其实有考虑过相应的问题，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在晋升无面人后，灰雾才有少许力量进入现实世界，让我能被特定的半神感应到特殊。这之前只有怪物途径的非凡者能发现少许特殊，而接触圣剑立下誓约时，我还未成为小丑。
就算因为誓约建立起来的隐秘联系，让女神在后续慢慢察觉了我的问题，这么久过去，也没见她采取什么行动。那位教会的女性天使，应该是天使，在抹掉 A 先生后，甚至还对我笑了笑。所以，女神或许是乐见我拿走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虽然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但以我目前的层次，也只能先行接受，后续再想办法应对。这总比爬霍纳奇斯山脉主峰要安全。当然，前提是擦除 A 先生的女士真是教会的天使。虽然我在无面人阶段已通过各种扮演认清了真正的自己，但目前有多副式模样，还未彻底消化。而密偶大师要求给每一个人偶一个符合特点的人设，这同样容易导致人格分裂。还有，为了窃取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为了扮演道恩唐泰斯，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潜意识中有强烈的动摇和怀疑倾向。这种状态下，刚才那位内部看守者失控的精神污染并刺激了我的灵体，让我精奋出了一个人格。克莱恩刚想到这里，脑海再次回荡起那熟悉又陌生的嗓音：呵，你考虑的太理想化了，你一切的行动都建立在侥幸上。如果那位掌握圣剑的高级执事克雷斯泰塞西玛前来贝克兰德处理别的超凡案件，你能保证同处一个教堂时，那把圣剑不会感应到你？你们可是有契约联系的。等塞西玛执事过来，我就会放弃这个计划，而且也不是不能提前规避，找个理由，找个借口，外出考察一段时间。克莱恩本能的在心里嘀咕道，然后他听见那属于自己的嗓音在脑海里说道：这存在太多的意外和无法预料的情况。今天来教堂之前，你不是也没想到警示观察灵体之线就会导致异变？我当时的紧张就是在担心出现意料之外的变化，不过因为警示观察不会直接与对方接触，所以没觉得会有太大问题，后续更谨慎一点就好了。而且任何事情都存在意外，都存在变化。你究竟是谁？克莱恩闭着眼睛，状似专注的祈祷着。那嗓音迟疑了下道：我是克莱恩，你是周明瑞。不，我是周明瑞，你是克莱恩。果然，克莱恩再次有了汗毛耸立的感觉，决定立刻离开圣塞摩尔教堂，返回家中解决自己人格分裂的问题。当症状刚出现时，事情还比较容易处理，等到人格稳定并强大起来，开始抢夺身体控制权时，说不定就必须借助外力的帮忙了。他睁开眼睛，表情凝惑的对身边的埃莱克特拉主教道：我感觉自己已经平静下来了，自从得了精神病，我精神好多了。说话的同时，克莱恩在心里自嘲了一句。他喜欢内心吐槽，一方面是本身性格，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强调自身，始终牢记自己，不沉进入扮演。埃莱克特拉主教露出笑容，雨神在庇佑你说话间，他从过来的牧师手中拿过一杯清水，递给道恩唐泰斯。不需要解释，克莱恩知道这是圣水，往常也喝过，于是藏住担心，表面正常地接过杯子，一口喝掉。清凉的感觉顺喉而入，让克莱恩精神一振，似乎清醒了不少，就连脑海里那个声音都减弱了下去。这有安抚灵体的作用啊，教会对道恩唐泰斯还是挺重视的。当然，这是他们非凡者造成的。克莱恩一边对埃莱克特拉主教点了下头，并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一边沉稳地走向圣坛，去奉献箱前捐了50磅现金。做完这一切，他带着贴身男仆理查德森离开教堂，乘坐马车返回伯克伦德街。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再去喂食白鸽，因为有刚才遭遇的普通人很难再有心情去做这件事情。回到家里，始终沉默的克莱恩借口午休，打发走其他人，在主卧盥洗室内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穿透那些嘶吼和呓语时，他没有感觉到体内有事物被净化的迹象，愈发肯定脑海内说话的声音来源于自己，来源于受污染刺激产生的副人格。坐至愚者那张高背椅，克莱恩当即审视起自己灵体的状态，发现确实存在一定的混乱痕迹，不是那么纯粹，相应的气场颜色都略显斑驳。仔细考虑了2分钟，没去理睬脑海内回荡的噪音，克莱恩具现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让他虔诚祷告道：伟大的愚者先生，请转告月亮，我想租赁星眼蜡烛半天。我知道他有办法拿到，在最早那会，世界这个身份就是为夏洛克莫里亚蒂准备的，所以克莱恩并不担心什么。大桥南区，
丰收教堂内，正在期待晚上莉莉丝指环的埃姆林·怀特忽然看见了无边灰雾，听到了世界的话语，他异常惊愕的无声低语道：“他怎么知道我能弄到星眼蜡烛？”第69章哀求。短暂的错愕后，埃姆林忍不住左右张望了一下，有点怀疑世界就潜伏在周围，是不多的那几位信徒之一。要知道，他从未在塔罗会里提到过星眼蜡烛，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平时也很少与别人冲突，几乎没用过任何神奇物品。若非埃姆林当初有被种下经常来丰收教堂的心理暗示，并得到夏洛克·莫里亚蒂的提醒，于后续询问了主教，他本人都难以知晓星眼蜡烛的存在。这个瞬间，埃姆林看谁都像是世界，无论是那个身材肥胖的中年男子，还是包着灰暗头巾的老太太，亦或者长相秀丽的时髦女郎，在他眼里都与世界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不行，我得询问清楚，他竟然对我周围的情况如此了解，就连在愚者先生面前，有些事情我都没有提过。埃姆林真的有点被吓到，站起身来，走入后面的神职人员休息室，于安静无人的环境里回应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想直接和世界交谈不到10秒钟。”埃姆林眼前就有潮水般的深红光芒涌来，将他淹没。然后他发现自己回到了灰雾之上，回到了那座巍峨壮丽的宫殿内，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位置。而斑驳长桌最下手，身影模糊的世界已在等待。相比过去，埃姆林已有了很大改善，他没急着与世界对话，先向高句上手。悠然旁观的愚者先生行了一礼，才望着目标，开口说道：“你怎么知道我能弄到星眼蜡烛？”世界在克莱恩操纵下低哑笑道：“我们或许见过面，他没有说的太多，只点出了关键。至于对方能不能猜到实际情况，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当然，克莱恩认为埃姆林暂时没法联想到夏洛克·莫里亚蒂，毕竟缺乏必要的线索。埃姆林眉头一点点皱起，有了一个又一个怀疑对象，可又没法确定谁才是世界。相信我，我对塔罗会的成员没有恶意。见埃姆林许久没有说话，世界又补充了一句：“呵，总有一天我能把你找出来。”埃姆林无声自语了一句，转而问道：“你拿星眼蜡烛做什么？”我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才能借出这件神奇物品。克莱恩控制住想抬起揉太阳穴的右手，让世界沉默了下道：“治疗我的精神问题。”治疗精神问题。埃姆林忍不住向后缩了缩身体，旋即又挺直了腰背。再看世界，他眼中的神采分明在说，果然是个危险的疯子。星眼蜡烛确实有这方面的作用。埃姆林想了想，只能借你半天，没问题吧？可以。克莱恩忍着脑海内声音的恐吓与哀求，操纵世界回答道：“星眼蜡烛如果有效，克莱恩在1刻钟内就能解决问题；若是没什么作用，那他拿在手里几天几个月都一样。所以租赁时间并不是关键。”他完全不在意这方面的要求。埃姆林心算了2秒道：“租金是300磅，以及往来曼诺的旅行笔记上记录5页非凡能力。”他将自己要负担的事情分了一半出去。5页？这家伙究竟用了多少页啊？克莱恩边付费边让世界道：“没问题。”达成交易后，埃姆林立刻回到现实世界，走出了丰收教堂的神职人员休息室，望了眼站在圣坛旁边等待着与信徒们交流的半巨人主教乌特拉夫斯基，埃姆林突然有点忐忑。虽然他在世界面前说的很有把握，但实际上他之前从未向神父借过类似物品，根本不知道对方会有什么态度。视线不自觉的游移，埃姆林下意识将不大的祈祷厅环顾了一圈。我帮神父帮教会救了许多感染瘟疫的平民，并一直在教导愿意学习的人草药知识，让大地母神的信仰在这个区域得到相对不错的传播。借半天星眼蜡烛怎么了？埃姆林下巴一抬，走向需要仰视的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清了清喉咙道：“我有一个朋友精神出了问题，我想借一下星眼蜡烛。”他没直接提自己做出的贡献，因为他的骄傲不允许他这么做。乌特拉夫斯基神父低头看了眼身穿教士袍的埃姆林，温和笑道：“好，这就行了。”埃姆林一下有点愣住，不敢相信神父就这样答应了。他没有顺势接受，忍不住多嘴问道：“你不害怕我弄丢那根蜡烛吗？”乌特拉夫斯基主教面带笑容的回答道：“每个人每件物品都有自己的尽头，都会回到大地，深埋于土中，重新再发芽、抽长和开花，一世又一世。这就是万物的命运。如果星眼蜡烛丢失，
那说明我和他之间的联系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耐心听候命运和母亲的安排，心眼蜡烛是否丢失是他的命运，而我会不会因此被你打死也是命运。埃姆林腹诽了一句，没再多问，接过了半巨人神父给的那节奇异蜡烛。接着他借口给朋友治病，离开丰收教堂，随意找了家旅馆，布置起献祭仪式。灰雾之上，克莱恩又一次拿到了那根心眼蜡烛，这件神奇物品似乎已燃烧了一大半，外面裹着层人皮似的事物，有好几个疙瘩凸显了出来。它的竹蕊很短，通体漆黑，有细密的鳞片状花纹。克莱恩没有耽搁，不给副人格成长起来的机会，要趁他弱小将问题彻底解决，否则等待他本人的将是不可更改的失控命运。而灰雾之上这片神秘空间的环境，能把两个人格内部战斗对身体的负面影响完全屏蔽。呼，克莱恩缓缓吐了口气，伸手招来了海神权杖。这一刻他没做占卜，因为无法确定我这个名词会指向谁，结果自然也就没什么意义。啪，克莱恩打了个响指，点燃了那心眼蜡烛。漆黑的烛蕊上，淡蓝色的灵性火焰静静散发出光芒，照亮了巨人居所般的宫殿。不知不觉间，环境发生了变化，橱柜、书桌、煤炉、高低床和瓦斯计费器同时映入了克莱恩的眼睛，窗外绯红的月光无声照入，让每一件事物都披上轻纱。这是莫雷蒂家之前居住的那个公寓房间，这是克莱恩·莫雷蒂开枪自尽的地方。此时，一道人影正坐在高低床下方，表情扭曲的看着手提海神权杖的克莱恩。他黑发、褐瞳，体型单薄，五官普通，轮廓较深，有明显的书卷气息，俨然是另一个克莱恩。这克莱恩露出愤怒的表情道：“你占据了我的身体，难道还想让我的灵彻底泯灭？我才是克莱恩·莫雷蒂，你这个卑鄙的无耻的穿越者、寄生者。”他似乎刚成长起来，还没办法利用外界的事物。克莱恩没有回应，表情凝重的一步步走了过去。那克莱恩的神情慢慢变化，恐惧逐渐占据了他的眼眸。他身体蜷缩起来，略有点站立的哀求道：“放过我吧，放过我吧！你抢了我的哥哥，抢了我的妹妹，抢了我的人生，难道还不够吗？我会安静的待在身体里，帮你分析问题，给你建议，绝对不会和你争抢控制权。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克莱恩依旧没有说话，抬起了握着海神权杖的右手。那个克莱恩已是满脸泪水，又气愤又害怕的喊道：“我只是想提醒你，如果不是为了提醒你，我怎么会暴露自己？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没有恶意。”克莱恩沉默的注视着对方，让海神权杖的青蓝色宝石一颗颗亮起，一道道闪电瞬间凸显，扭曲着，纠缠着，如风暴一样笼罩了那个克莱恩。凄厉的惨叫里，那身影迅速消散，被一道道电蛇抹去了所有的痕迹。不愧是我自己，知道我内心柔软的地方在哪里，知道怎么哀求最有效果。不过，我之前已经认清了自己是融合了克莱恩记忆碎片和部分情感的周明瑞。如果放过你，就等于把两者分开，承认对立，那我只要回到现实世界，立刻就会失控。克莱恩放下权杖，闭上眼睛，低声喟叹道，然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他离开了这心灵的世界。第70章后续的办法。再次睁开眼睛时，克莱恩脑海内的恐吓与哀求已全部消失，前方淡蓝色的火焰依旧在漆黑的烛蕊上静静燃烧。他认真审视了下自身灵体的状态，确认混乱的痕迹已全部不见，气场颜色也变得纯粹，不再斑驳。总算解决了。克莱恩呼了口气，放下海神权杖，啪的打了个响指，让心眼蜡烛瞬间熄灭。他没有立刻返回现实世界，在灰雾之上安静的坐了一阵，于这没有任何声音传出的地方抚平着排解着内心残存的负面情绪。经过这件事情，克莱恩比以往更加深刻的理解了超凡之路是一条时刻对抗着疯狂与危险的道路。所有的非凡者稍有不慎，就可能在内部因素或外界刺激的影响下濒临失控，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而一旦症状表露，又解决的不够及时，再想要挽救会变得异常困难。这次产生副人格，内外因素都有，源头是我本身为穿越者，但又融合了克莱恩·莫雷蒂的记忆碎片和部分情感，天然就有人格分裂的潜在倾向。再加上最近为了窃取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为了扮演道恩·唐泰斯，
可以说像是行走于深渊边缘，压力非常大。被内部看守者失控的精神污染和刺激后，问题立刻就爆发了。克莱恩一边抬手揉了下太阳穴，一边消失在了灰雾之上。刚回到体内，克莱恩突然觉得心灵轻松通透了不少，仿佛落满尘埃的玻璃被认真擦拭了一遍。而多服食的无面人魔药已彻底消化。副人格的出现果然有之前种种心理问题作为诱因，这次利用心眼蜡烛解决问题，相当于接受了一次全面而有效的精神分析。短时内，这方面不会有什么隐患了。不过，还是得时刻注意，多自我调节，不能疏大意。克莱恩走出盥洗室，来到阳台上，眺望着远处的山峰和附近的绿化，状态相当的不错。他能明显的感知到本身自我认知、自我认同的程度有加深，原本时常会有的抽离意味随之减弱了不少。想不到赢得与副人格的争斗还有这种好处，如果不是副人格再次产生，会更强大、更难对付。我都想再人格分裂几次，再杀自己几次。克莱恩摇头失笑，自嘲了2句。坦白的讲，换做别人，仅仅这一次人格分裂都相当危险，难以解决。也就是他知道哪里有心眼蜡烛，知道能怎么获得，知道问题的实质并有处理的经验，才能及时消除隐患，不让副人格成长起来。否则最好也是乌特拉夫斯基主教当初那种状态，最差则是逐渐失控，难以逆转。而且我还有一位心理医生备用。克莱恩低笑一声，缓步走回房间，坐到了安乐椅上。他再次回味了下今天的遭遇，从中提取着以后需要注意的事项。不眠者途径的中序列如果失控，能通过拉人入梦这种方式直接进行精神方面的污染，以后必须小心。不到高序列，大部分途径的失控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们往往都是异变为怪物，通过相应的非凡能力控制或攻击目标，很难将本身受到的污染传递过去。除了不眠者途径的中序列失控者能做到，观众途径的应该也可以。遇到类似的敌人，不抢先清除，真的连防御都不知道该怎么防御。还有，虽然我弄清楚了内部看守者的状态，弄清楚了他们与封印核心的关系，但相应的问题也产生了。我如果想伪装潜入，该怎么制造被封印核心侵蚀的表现，并且不被他识破？克莱恩仔细考虑了一阵，完全没有思路，只好站起身来，走到书桌前方，拿起钢笔，于一张白纸上画出隐秘和窥视的复合符号。他这是在召唤魔镜阿罗德斯。主卧室内的全身镜表面豁然荡起了无形的水波，点点银色光芒跃出，勾勒成一个个鲁恩纹。伟大的至高的主人，您忠诚的、谦卑的、听话的仆人阿罗德斯时刻等待着为您效劳。我之前的行为对您现在的形象造成了一定损害，我很惶恐，很愧疚，您能接受我的歉意吗？这次竟然知道认错了。克莱恩喝了一声道，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好的。全身镜的表面蹦出了新的单词，我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吗？有。克莱恩斟酌了下道，黑夜教会的内部看守者都被扎尼斯门后封印核心的力量侵蚀，状态与一般非凡者不同，有什么办法能够完美伪装？那一个个银白单词蠕动变化，勾勒出全新的内容。伟大的主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牺牲您的密偶，让他接受封印核心力量的侵蚀，逐渐改变状态，与那些内部看守者一致，然后您再将它容纳于体内，欺瞒过封印核心还能这样，确实是个思路。不过一个序列5怨魂制成的密偶，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啊！想得到高序列魔药的配方和材料，果然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克莱恩想了想道，那么怎么让密偶接受封印核心的侵蚀呢？正常来说，怨魂密偶可能刚靠近查尼斯门，或者出现于大祈祷厅，就被封印力量发现，强行净化或驱散了。全身镜表面水波再次浮动，映照出了一道人影。那人影戴着老气的纱帽，身材高挑，长发显出栗色，正是神秘女王贝尔纳代。伟大的主人，您得寻求他的帮助。阿罗德斯拼凑银色单词解释了一句，神秘女王又不是黑夜途径的，怎么提供帮助？或者她有一件封印物，对应黑夜途径的高序列，与查尼斯门后的封印核心类同。正好心之上将需要神话生物的一滴血液，到时候除了给威尔昂塞汀让他满意的事物，还得支付我的中介费。这就是中介费。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道，很好，你可以回去了。是，伟大的至高的主人，
您忠心的卑微的仆人阿罗德斯等待着您再次召唤银白单词浮现的同时，阿罗德斯还在镜面上勾勒出了一只捏着手帕不停摇动的手掌。克莱恩看得嘴角抽动了一下，一时竟不知道该有怎样的反应。西区奥德拉家族的别墅内，埃姆林怀特噙着若有似无的笑容，在起居室内随意找了张单人沙发坐下。他的斜对面，另一位血族男爵鲁斯巴托里端着装有血液的酒杯，眼睛微眯地注视着他，毫不掩饰地表露厌恶憎恨的情绪。鲁斯巴托里在狩猎第一个原始月亮信徒时，不仅本身受伤，还被埃姆林抢走了战利品。你这样的表现只会让我愉悦。埃姆林暗笑一声，侧头望向推门而入的卡西米奥德拉，等待着这位男爵宣布结果，给予奖品。卡西米强迫自己无视埃姆林的目光，走至壁炉前方，对在场所有血族道：这次召集你们过来，是因为狩猎竞赛已经决出了最终的获胜者谁。一位位血族左右张望，看着彼此，猜测是谁获得了胜利。他们的目光更多的集中于鲁斯巴托里，几乎没人认为是埃姆林怀特，只有鲁斯巴托里隐约猜到了点什么，目光满是愕然的投向了那个该死的家伙。卡西米悄然叹了口气道：埃姆林怀特已猎杀3个目标，自动获得胜利。什么？已有年轻血族脱口而出，不敢相信。血族是一个成员数量远比不上人类的种族，在贝克兰德的更是只有其中一部分，所以彼此间都不陌生。埃姆林是怎样的血族，大家都很清楚。